巨人的故事呢，一直存在于很多古老的传说之中，也成为很多电影的题材。但在历史上，他们真的存在过吗？被称为上帝启示的经典《圣经》中，又确实记载了巨人的故事。创世纪的第6章有一段比较令人费解的内容，一个呢是第6章的开始，经文中提到神的众子看见人的女子美丽，就任意挑选娶做妻子。这段经文呢，激发了人的好奇之心，就是神的众子他们到底是谁呢？在这段经文之后呢，就是在第4节，那些日子和以后的日子有巨人在地上，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合，就生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巨人是从哪里来的？神的儿子呢，又是如何与人的女子结合？在中文圣经中呢，一概称那些身材高大的为巨人，但在圣经的原文中却有3个不同的与巨人有关的希伯来词，一个词呢叫 Nephilim， 一个呢叫 Rephaim， 还有一个词呢叫 Gibran。 这3个词呢也帮助我们理解圣经中巨人的来历。另外我们今天也想透过以诺书帮助我们了解到堕落天使制造巨人的目的。我们今天呢，首先从圣经中涉及巨人的3个词来入手。创世纪的第6章呢，是圣经中最早提到巨人的，其英文呢叫 Nephilim。 这个词呢来自希伯来文，虽然这个词呢是用来代表巨人，但这个词的本意呢并没有巨人的意思，它是从一个动词 Nephal 而来，那个意思呢是短缺，也有堕落的意思。因为这一切的起因呢，是因为神的众子，那么也就是天使从天上堕落，与人类的女子结合所生的一种特别的人。后来在挪亚时代的大洪水呢，将他们都毁灭了，因为只有挪亚一家幸存下来。不过呢，在民数记中，这个描述巨人的词呢再度出现。当时呢，摩西呢从以色列的支派中呢选了12个探子，派他们去迦南地窥探，其中有10个探子回来报了恶信，说他们在应许之地的迦南看到了巨人。他们使用了就是创世纪中的那个描述巨人的词 Nephilim。 这件事呢，一方面说明我们今天读的创世纪其原始的文本呢，早在摩西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在以色列人中流传了，使得他们都知道 Nephilim 是怎么回事。但从另一个方面呢，那个 Nephilim 已经在大洪水中毁灭掉了，所以没有人在真正有机会见过创世纪中的那种巨人 Nephilim。 可以理解呢，那些探子呢从未见过巨人，在他们的认知里呢，巨人呢只有创世纪中的那个 Nephilim。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认定自己所看到的就是创世纪中的那个巨人。他们形容自己呢如同蚱蜢，如果蚱蜢的身高是按照3公分来计算，正常人是按1.8米的话，那就是60倍的差距。按照这样的比例，巨人的身高应该有100米。这一点也使人想到最近中国人出的新的游戏悟空。在开始的视频中，从天庭来的那几位高大的天将看孙悟空呢，就如同是蚱蜢。那个悟空的故事呢，是来自人的想象，而圣经中那些探子所说自己如同蚱蜢，那也应该是来自他们自己的想象，因为经文说这些人是报恶信的。另一方面呢，圣经也讲述了摩西以及后来的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城取地的过程。他们确实见过巨人，不过身高只有9尺到10尺。这种巨人呢，在人类历史上是确实存在的，但并不是像探子所说的蚱蜢那样的描述。关于洪水以后的巨人，这也是圣经中出现的一个特别的词，出现在申命记的3章11节，叫利凡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噩。如果 Google 这个词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词是特指迦南地的巨人。这个词的英文呢是来自希伯来原文的发音，读作 Rephaim， 所以中文的利凡因呢就是这个词的译音。
这个词呢，在旧约中出现过25次，但从来没有用于形容洪水以前的人。另一个希伯来词呢，叫 Gibron， 有时也用来形容巨人，那意思是大能的、大有能力的、强壮的。虽然这个词呢，也出现在创世纪的6章4节，就是用来描述洪水前的那个巨人 Nephilim 的大能。撒母耳记下呢，在描述大卫有30个大能的勇士的时候，也同样使用了这个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词呢，所描述的并不是一个特别的种类，而是描述那个人的强壮、大能等特点。按照前面所分析的呢，创世纪中的巨人 Nephilim 是在地表曾经存在过的一种特别的物种，它们只存在于大洪水之前。以诺书呢说他们身高有30肘，但没有人能够证实。人们猜测在远古时代的一些巨石建筑或许是他们参与了建造。至于洪水后的巨人是如何来的，本期视频呢不做探讨。有一些假说呢，比如洪水前的气候适合于大型生物的生存，比如恐龙等，它们即使是在大洪水之后幸存下来，身材呢也会矮小很多。也有人假设呢，挪亚的3个儿子所娶的妻子可能已经携带了巨人的基因。虽然就这一点圣经并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但在圣经之外有一本叫以诺书的，圣经中的犹大书呢也引用过以诺书的章节。这一点呢也表现出犹太人在那个时代对以诺书是很熟悉的。1947年，人们在死海附近的岩洞中发现了死海古卷，证明了现存的圣经抄本的可靠性。但同时呢，就是在死海古卷中也发现了以诺书，所以以诺书的内容呢，可信度呢还是有的。里面的第6章、第7章就是对当时那些天使的行为有更详细的描述。但耶稣呢曾说，天上的使者不娶也不嫁，也就是说天使是没有性别的。不仅是如此呢，圣经也说天使是服役的灵，所以天使呢应该是人眼看不见的灵。虽然天使的能力呢可以将自己变成人的样式，创世纪中的亚伯拉罕以及罗德都接待过天使。我想天使呢可以从外观上做到像人一样，但他们的身体里面呢却没有血液，所以他们也没有染色体 DNA 之类。他们或许有超能力，能够医治人类的疾病，甚至是女子怀孕，所以他们实际上并不能像人一样与异性结合并生子。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呢，或许天使很清楚他们自己并不是真正的人。但从礼仪上，天使要向女子的父亲有一个正式的求婚以及迎娶的过程，这是为了掩盖他们真实的动机，那就是要透过女子生出巨人。上帝在创造亚当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步骤，就是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也就是说，人的完全呢，不仅仅是活的生命，还必须有灵。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呢，不仅仅是智商的高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灵魂。这个灵呢，体现在人类的道德律和敬拜神的自然倾向。从那以后，被称为亚当后裔的人就都具备这个灵。前面提到的以诺书呢，提供了有关巨人的详细内容。这里有一段特别的内容，就是当人呢无法满足巨人的食物要求，巨人就开始吃人，并且说他们开始犯罪。英文版的内容是说他们针对动物的犯罪，我理解它就是吃了不该吃的野兽、爬行动物以及鱼，并且他们彼此相食。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到，人类的基本的道德律他们是缺失的。或许正因为这样，在圣经中人们称它为 Nephilim， 意思是缺失的、欠缺的。或许我们可以理解这一切问题的根源，是因为他们并不是亚当的后裔。或许天使的超能力呢，可以使女子怀孕，但天使呢却无法赐给人新的生命的灵，所以所生的那种巨人呢，那就是没有灵的。
天使的犯罪呢，还不仅如此，在于与诺书一同被发现的，还有巨人之书，同样存在于死海古卷之中。虽然呢已经是残缺的，但从仅存的那些部分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令人震惊的内容。那里说呢，200个天使呢选择了动物，对他们进行了非自然的行为。这里使用了一个词的意思应该是杂交，然后产生了各样的巨兽妖怪。我也注意到这里用了一个玷污的意思的词，然后后面呢是指的结果，那就是巨人与妖怪。所以那些天使在地上所做的呢，不仅仅是与人类女子的通婚那么简单，他们所做的呢全然是污秽的，是对人类对地上一切的生物的玷污。我注意到这里有一句特别的陈述，是大地做出了控诉。这使人想到在创世纪中，当该隐杀了人以后，大地呢做出了咒诅的经文，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最近看了一位专门研究史前世界的 Rick Renner 的视频，他认为这一点呢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每一个文化中都有各种各样的妖怪的传说。比如在埃及的文化中，有一种被称为吞吃者的怪兽，还有一种是完全是狮子、山羊与蛇的混合体。而西方文化中呢，有狮子和鹰的混合体，也有多头蛇的那种怪兽。这使人想到中国的《山海经》中有很多的被称为神兽的怪物。以前以为这些都仅仅来自人的想象，而没有事实的根据。但如今呢，从这些古老的文献中看到这些令人震惊的描述，不禁使人感叹，今天人们大力所研究的基因技术，不就是当初那些天使违抗天命所做的吗？这是否也正像耶稣所说的，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这样。